清康熙年间的土楼和周边180亩的乡村园区，经过几个月的筹备，今天终于开工了。历经300多年风雨，这栋楼也经历过多轮修缮，到如今我有幸再次接起修缮的使命。我准备学习客家先辈建造土楼的工艺，按修旧如旧的方式，将整栋楼再做一次升级。2楼、3楼会做成非遗文化博物馆，将全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艺术在这栋楼里汇集。这次的改造项目涵盖以望生楼为核心，及周边180亩的乡村田地、道路及土楼建筑。这里有钱。工期倒计时135天。今天开始做楼内的大清扫了。历经300多年，楼内很多的设施都已经老坏，有些灰尘都300岁了，一些房间都用来养家禽了。楼顶的瓦很多已经破洞漏水，10米挑高的大豪宅，有些房间甚至从3楼塌到了1楼。我们穿上全身防护，从3楼开始往下清理。房间里有很多以前遗留下来的生活用品，调坡大盆，这桶还能用。90年代的电风扇，猜一下这是什么年代的？皮卡丘踢足球，真有3个以前的碗。你看这个胚体，就是那种老的。然后以前客家人都是在一栋楼嘛，然后经常会办酒席什么。但这个就是一个名字里面有带宝字的一个家人，他拿出来用的。这几个碗可以留起来。有东西，过来看！我这楼板差点让我下去了。啊！别！还这个玻璃片，还以为是个钱呢。这角度看，应该是吧？很像一个那种铜币。角度问题。我以为真的是个钱。这人这是爱东西了哦。这天太热了，喝口水继续干活。好有年代感。
今天开始，我要把楼内太现代和已经老化的部分都拆除掉。像这个楼板已经破得站不住人了，打掉重新换过。还有这些吊顶是后来做的，也要拆除掉。包括这个地板也是，准备用以前土楼建筑的老工艺恢复回原样。别动了，这是像蟑螂啊，有点像变异的蟑螂。这个这么扁，不知道什么生物。我都踩死。这一层石灰比较薄，如果用电钻的话会损坏青砖，所以只能手工拆除。这个墙虽然是老的，但已经是危墙。踢下去的时候，顺势就把头给推开了，不会伤到手。小心哈。第三步，老师傅开始指导我使用以前的木工具，虽然现在的施工更多是用电锯了，我还是想学习一下。把木板放在马凳上，用腿踩住，握锯的时候手要有力，握在下端，开头锯的时候会比较难，用手指把握方向，锯入后就上下均匀出力就可以了。最后老师傅又指导我如何做一块完整的楼板，先在板的侧面用小锥子打出孔，再用2头尖的竹钉插入，把几块板并在一起，完整的楼板就做出来了。准备好这些工作，就开始往上安装了。但这时突然下起了雨，休息的过程中，我和老师傅聊了很多。我问到，现在各地都在申请做非遗文化，您这层手艺没有去申请一下吗？他说这些手艺已经被新的电动工具给代替了，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，年轻人不要嫌弃就好了。我告诉他，现在的年轻人反而是很想学习您这些手艺的。哦，我们不一定在做的时候还能按照老手艺做，但是我们想把这份劳动智慧传承下去，这是我们先辈可以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，是我们后人的骄傲，是我们的文化自信。另外一个想，我们现在马上开车去看看。对于很多人而言，这些都是塌在地上没人要的老东西，而我们却像老鼠进了米仓一般兴奋。这个就是我们要的老青砖，
挺多的，够我们用。这个可以，以前的老窗户，这些老门板也不错。哦，给底下一美哦。这柜子拿回去翻新一下。这是炭炉，以前烤火的时候用的。这个老瓦，现在应该也没有厂家生产了。我恨不得把整个堆材厂买回去。和老板一番讨价还价后，我们以1块砖1.2元的价格买了1000块回去。收获满满的一天。材料准备好就可以开始施工了，因为这也是我第一次动手砌墙。于是找了个有经验的师傅到现场帮忙。这些人变出来，顺便带我这个徒弟。还有就是要会敲半砖，因为有些地方是放不下一整块的，要根据墙的实际情况做一些半砖出来。师傅交代完之后，我就开始了人生。
也没办法存钱。以前古法建土楼的时候，都说会加鸡蛋糯米，但是为什么我加的这个已经发臭了？是哪里有出了问题？已经用灰刀把表面打得很光滑了，现在就看后天的效果了。进行正式的铺设了。按实验结果，把黄土和沙、石灰都搅拌在一起。我用3D 建模的形式给你们展示夯地过程。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，跌倒了就不该继续往前走。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？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。
安全到了上航。下山村的故事没有随着毛主席的离开而结束，反而继续浓墨重彩地书写着。转眼到了1919年，这栋楼的主角他生于缅甸，在当时国内动荡的局势下，本可以听从父亲的安排，在国外过小资生活，但他却选择了留下。同年受组织任命，从厦门回到下山村，化身成一位老师，秘密展开地下工作，和当年毛主席警卫连的驻扎